我跟你讲，你会爱上它，你会爱上它，你不会再想要开别的车。M2 is everything。尤其我前几天是开着 BMW XM 啊，那个646 PS 800牛车米的 XM， 在美国这边上上下下，然后我一跳上来这个 M2 过后，哇，我真的是深吸一口气，整个人放松了。我觉得这个尺寸才对，这才是一个 M car， 这才是一个 pure M car， 一个纯粹的 M car， 一个让你会嘴角上扬，一个会让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就是要这辆车子，我就是要买这辆车子。这个 M2 就是让你垂涎三尺。I mean， 它的外观这个见仁见智啦 ，OK？ 它这辆车真的是很好开。Welcome to Arizona。我现在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测试全新的第二代 BMW M2。那这个 BMW M2 啊，它有20% 的客户来源自德国，19% 美国，中国11%，英国11%，日本6%。所以能够在美国这边，就是 BMW 马来西亚邀请我们来测试这个 M2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我的频道过去一直很少有纯 M 的车型，可能偶尔有一些 M Performance 的车型。因为这个车子呢，这个车型其实它相对来的 niche， 然后它在马来西亚的税后售价是从598,800块起，然后BMW 马来西亚提供了一个 Pro Package， 价值44000块，里面就包含了像是这个 Carbon Fiber 的车顶，还有红色的刹车卡钳，还有这个 M Sport Seat Belt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辆车子其实这个60万的售价来讲，它大概是比 BMW M3 跟 M4 便宜了大概150,000到200,000左右。它重点也不是这个价格，因为这个 M2 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是从最新的 M3 跟 M4 那边再下放到来这个 M2 的。那在我身旁的这个颜色呢，就是 M2 专属的颜色，就是叫 Zandvoort Blue。那另外一个招牌颜色就是叫 Toronto Red。然后它的颜色其实还有白色，还有这个 Brooklyn Grey， 还有黑色，总共就5个颜色，所以它就不像其他的 M 型 ，I mean 不像其他的2 Series Coupe 这样子有很多颜色。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subscribe 我的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 今天是我在美国的第4天，所以我已经看这个 M2 看了有2、3天。坦白讲，到现在我还是接受不到这个造型，无论是车头还是车尾，因为它总给我一种还没有画完的感觉，东西还没有做完就交功课了。如果说是 Toronto Red 或者是深色的颜色都还可以啦，可是这个蓝色跟浅色我真的有一点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每次我在看到这样子的车子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到底一辆车如果有2台车子，一台车子是它很好看，可是它没有力，然后操控又不好；另外一辆车子它很丑，丑到没有朋友那一种，可是它很好驾，它很 powerful， 里面很美，驾驶感一流。到底你会选择那个好看可是没有什么用，还是这个很丑可是很快的车嘞？但其实你讲 M car 你也没有选择了，如果你不要接受 M2， 你就买 M4 咯。但 M4 也是另外一个非常 controversial 的造型，所以 BMW 就是这几年就是在挑战大家的接受程度啦。但说实在话，撇开它的这个造型设计等等，我觉得它的肌肉感是相当足够的，因为它的车身缩短，但是它的宽度维持。我讲的维持是 compared to M3 M4 啦。BMW M3 和 M4 都是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车型，可是 BMW M 提供了 X-Drive 4轮驱动系统，但是这个 M2 就不会有 X-Drive， 所以 M2 是 100% Rear Wheel Drive 的车型。那在我们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要给大家理清楚几个概念，就是2 Series 跟其他的 Series 不同的是，因为这个系列啊，它拥有非常多的车种，像是2 Series Grand Coupe、2 Series Active Tourer、2 Series Grand Tourer 等等。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车子呢，它的配名版叫 G42 的2 Series Coupe， 而不是那个 F44 的2 Series Grand Coupe。我知道有点乱啊，因为马来西亚目前是接下来应该也不会推出 G42 平民版的 M2， 所以这个后轮驱动的2 Series 就只会是这个 G87 的 BMW M2 它是一个
双门，可是有4个座位，那后面2个座位就是就是一般的 coupe 车型这样子啦。那这个还不是 CLA 最短的车型，因为比它再短的就是 BMW Z4/Supra，OK， 所以那个还比它更短。所以这个车子无论在它的 boot capacity 还有它的后排空间来讲，都是具备了实用性。接下来我们就会上路，一边开车一边跟大家分享这个 BMW M2 驾驶起来在马力、动力、操控，还有一些日常实用性等等。So 3, 2, 1, let's go！ 我来到美国开车带了一本国际驾照。那如果你要没有限制的上网，你也需要一本互联网的国际驾照。Surfshark 是全球3大 VPN 品牌，拥有3200多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什么是 VPN？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就是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VPN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让你浏览得更加安全。当然最重要的是 VPN 可以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你可以用 Surfshark 来解锁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的资料库，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再来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你可以透过 Surfshark.news MyCar Plus 获得 Surfshark VPN，输入 MyCar Plus 就可以获得 83% 的折扣，再加3个月的免费试用期。BMW M2 的对手大都是4气缸引擎，像 CLA 45S 和 Porsche 718。5气缸的奥迪 RS3 有400 PS， 史上最强4缸 CLA 45S 有421 PS。这个6气缸的 M2 有460 PS， 4.0 litre V8 Twin Turbo 的 Vantage 有510 PS， 所以 M2 只是比 Vantage 少了50 PS 的马力。M340i 和 Supra 3.0 Turbo 用的是 B58 引擎， M2 用的是源自 M3 和 M4 的 S58 引擎。那 S58 就是 B58 的强化版，从 Single Turbo 升级到 Twin Turbo。B58 是 2998cc， S58 是 2993cc， 少了5个 cc。Cylinder bore 加宽， Piston stroke 缩短，红线从7000 rpm 提高到7200 rpm。用 B58 的 M240i Rear-Wheel Drive 有374 PS， 用 S58 的 M2 有460 PS， 多了86个 PS。但 M2 用的是马力最小的 S58 引擎，因为 M3 和 M4 都有510 PS 以上的马力。基础版 M2 从598,800块起， BMW 美却提供了44,000块的 Pro Package， 里面有减轻6公斤的碳纤维车顶，车厢里面有碳纤维饰板、M Seat Belt， 还有高光泽红色刹车卡钳和464瓦16个 speaker 的 Harman Kardon 音响。但注意啊，马来西亚的 M2 用的是 M Sport Seat， 而不是这个 M Carbon Bucket Seat， 也不提供 6-speed manual 手排变速箱。今天是2023年3月10号，M2 的正式发布是4月8号，所以我是在正式发布的1个月前就可以在美国这边测试这个 BMW M2。没有 48V， 没有 Plug-in Hybrid， 也没有 Hybrid 系统，非常纯粹的 3.0 litre直列式6气缸的 Turbo 引擎。那现在呢就升级到460 PS 跟550 Nm， 就比之前的 M2 Competition 还要多了50个 horsepower。它有很多的驾驶模式可以调整。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要废话了，就直接去到 Sport Plus。Sport Plus。OK，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个BMW M2。那这个车子呢，它是提供2种变速箱的选择，一个就是Manual Gearbox 6-speed Manual Gearbox， 还有8速的。可是我们这次在美国没有机会试到6速的，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人我要用这个手来进档是很奇怪的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加速表现。
my god！ 哦，那这个 BMW M2 呢，跟第一代的 M2 最大的差别就是呢，它这个 Automatic Gearbox 它是 Jack F 的8速自动变速箱，而不是像之前那个用的是 7 speed 的这个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所以我昨天在 Arizona 的 Highway 小路开起来呢，它真的是，它不会像之前那个有很明显的顿挫感 Turbo Lag， 这个它相当的 smooth。但是因为他们用了 XP Automatic Gearbox， 所以它的重量是多了不少，也就让这个车子现在是1725公斤以上。但 M2 is 哇，我告诉你，它虽然没有像这个 M4 有这么多的马力，它没有600匹，没有500匹 ，but 坦白说460匹 is more than enough 了，对于你的日常驾驶起来，而且它的这个过弯啊，这辆车子异常的灵活，而且我记得我上一次开第一代的 M2 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是我很难消化，因为它太硬了，即便你在 Comfort Mode 你的 Steering 也硬。你的这个悬挂也硬，整个人就是你会觉得你很难开着这辆车子走200公里、300公里、500公里、600公里，你就觉得很难。可是这个车子可以，所以我觉得 BMW 在推出第二代的 M2 的时候，真的下了很多功夫，它让到 M2 更加的在保持纯粹的后轮驱动、纯粹的6气缸 Turbo 引擎的同时，它去提升了它的日常实用性它的舒适性等等，而且在提升舒适性的同时，它又没有损失掉它的这个灵活的感觉。那这个车子的轴距呢，真的是刚刚好，我觉得。你看它是2747mm，比 M4 短了110mm。虽然比 M4 短，但是它的车身的这个宽度I mean 这个是 G87 嘛，它比 G42 的 Two Series 宽了48个mm。它虽然很短，可是它很壮很壮硕，好像每一拳都是很重拳。而且这辆车子，我跟你讲，你会爱上它，你会爱上它，你不会再开，你不会再想要开别的车。M2 is everything。尤其我前几天是开这 BMW XM 那个646 PS 800牛车米的 XM， 在美国这边上上下下，然后我一跳上来这个 M2 过后，哇，我真的是深吸一口气，整个人放松了。我觉得这个尺寸才对，这才是一个 M car， 这才是一个 pure M car， 一个纯粹的 M car， 一个让你会嘴角上扬，一个会让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就是要这辆车子，我就是要买这辆车子。这个 M2 就是让你垂涎三尺。I mean 它的外观这个见仁见智啦 ，OK？ 但这辆车真的是很好开。它超级准，你完全能够预知这个 steering 要带你去哪里，这个车子要带你去哪里。你看你在摆左右摇摆的时候，它真的是很能够令人心满意足。这个 M2， 他们真的是补足了上一代没有的东西。还是要再度提醒大家呢，这个 M2 是 M Division 最后一款 Pure Engine 的车子，没有48伏，没有Electric Motor， 没有 Lithium Battery， 没有这些东西，它相当的纯粹。这个也是 M2 它最后的价值。I mean 就算可能有下一代的 M2， 第3代、第4代、第2代的 M2， 它永远都会在 M Division 的历史上留名。那讲起 M2 其实它是 M 这个品牌最畅销的车型，从第一代到现在，它已经卖了超过6万台。在全世界，你知道吗？很多人可能会讲因为 M2 是最便宜的 M 所以它当然会卖很多啦。但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价钱的问题。你看这个 M2 以马来西亚市场来讲的话，它的售价是差不多600千，只是比 M3、M4 便宜大概150千到200千罢了。I mean 这个耳帽对于买得起，对于负担得起这个价位的车来讲，150千、200千真的是。我不觉得真的是因为我要省钱，我不要买 M4 我就买 M2， 不是这样子的。因为 M2 呢，它传达了一种信息，就是短小精悍、精炼小刀可以锯大树的这种感觉。所以
M2 的价值就在于呢，你能够 fully control 这辆车子，不管再慢，不管再快，不管在赛道，不管在公路啊，不管在任何的路况，你都对这辆车子有100%的掌控。它的循迹系统，它的 ESC Chassis Control 就是很合身，一个有裁缝师帮你量身定做的一套运动服，不是 tuxedo， 不是西装，它是一个运动服。那这辆车子 being a 最畅销的 M 车款，它也是我身边怎么讲，我认识的朋友里面至少有5个是拥有 M2 的。那这些拥有 M2 的车主相当的有趣，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点。第一类的人就是他们呢是家里面他的 garage 里面有 Ferrari， 有 Aston Martin，有 McLaren， 有各种 super luxury 的车型，有各种 super car， 但是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日常来讲，他们都是开 M2。那第二种人就是他没有 Ferrari， 他没有 McLaren， 他也没有 Aston Martin， 不过他买得起这些车型，或者他曾经拥有过，他卖掉了，最后呢，他星期一到星期天他都开 M2。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已经够用了，已经够用，但是他又能够打包市面上所有那些假新型的 M Sport 车型，530i 啦 ，M340i 啦，没有，这是一个纯 M， 它不是半 M 的什么 M Performance、M240i 这些不是，由 M 部门打造的车款真的是不同的，因为它不是加了套装换一个悬挂等等，没有，它整个就是非常精准，非常精，非常准。你看像这个路很小条。哇，哇！我现在是在最 extreme 的 Sport Plus 啊，所有东西都去到 Sport Plus。哦吼，有沙。这条路啊，真的是为 M2 量身打造的马路。这个Arizona 的沙漠地带啊，跟我之前在 California Palm Springs 那边的沙漠地带非常的不同啊。因为我记得之前在 California 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仙人掌，没有这么多绿色的东西。可是 Arizona 这边呢，它的地势比较有趣啊。你看它又有很多仙人掌，它又很高又很低，然后那个路。哇，6、7缸，哇，纯粹那种纯粹真的是纯到很纯，连1% 的杂质都没有。哇，这个 M2 的 Power Delivery， 它的 Handling 就像一杯很纯净的水，一口很新鲜的空气。哇，你知道 BMW M2 啊？它虽然是一个 Coupe 车型，一个前置引擎的，可是在我过去做这个 Top Gear 主编的时候，我经常要翻译一些comparison， 一些 comparo 的稿，就是可能它来跟 Porsche 718 Cayman， 甚至它可以来跟 Aston Martin Vantage 比，就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面较量。哇！俗话说，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动力越强，刹车就要越紧。它前面是 6 piston 的这个刹车卡钳，而且是通风刹车卡钳，所以哇，有雪山哦。其实我很 surprise 的，因为在 Arizona 州已经是美国最南部的一个州了，所以你看我远方还可以看得到上面有雪山，真的很爽。6000转、7000转、6000转、7000转，很久没有驾车驾到这么享受了。
这个 M2 呢 ，in terms of 它的操控、过弯表现、它的指向性动力传输等等，几乎是到达一个 M 的登峰造极之作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一个东西不可以这么完美，就是不完美才是完美。感觉上 BMW 好像是刻意把 M2 设计成这样丑的，就是让一些想要买 M2 可是觉得很丑、打退堂鼓的人就不要买这个车子，让到更多人可以买得到这个 M2。真的，我真的找不到东西给它，除了它的车头车尾真的很古怪，不要用丑了 ，OK？ 我们就讲它相对的比较难消化，比较难接受，就像一开始的 M4 就像最新的7 Series， 甚至是我刚刚 review 的这个 XM 这样子。所以车子只要好驾，只要好操，只要好控，其实外观造型真的是其次，对我来讲啦。而且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认识的这些 M2 的车主，其实他们在社会的地位，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已经跟常人不同了。他甚至让你觉得就是一辆普通的 BMW 就好了，他就是刻意不要让你觉得它很高调。如果他要高调这个价钱，直接去买 Supra 或者 Z4， 一个 Roadster， 一个 Convertible， 更拉风，更多人一眼就知道你这个是跑车，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双门 High Performance Car 这样子。所以我要再次感谢 BMW Malaysia 千里迢迢的邀请我们，风尘仆仆的从吉隆坡飞到东京，飞到三藩市，再飞到来凤凰城，然后我明天后天又要从这边再长途跋涉，花30多个小时回去马来西亚。但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我的 Facebook page， 记得订阅 subscribe， 让我有动力继续拍更多的影片。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Goodbye.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绝对万卡。